無論係肺炎啊，定係經濟衰退，呢啲咁嘅奢侈品啊，喺過去2年以嚟呢個肺炎疫情期間呢，都表現非常之優秀。世界3大市值嘅奢侈品品牌呢 LVMH、Hermes、Dior。我知好多人咧都會有意見㗎啦，對我嘅發音。如果要讀翻法文咧，應該係 Hermes。不過咧，真係咧，我又唔係法國人啦，我用呢度發音嘅話咧，好有問題，所以咧，我都係讀翻英文啦 ，Hermes 啦。呢3大奢侈品嘅品牌咧，喺過去2年嘅市值咧，齊齊創出新高。LVMH 同埋 Dior 喺過去3年以嚟咧嘅收入增加20%，Hermes 大增30%，而 Richemont 咧喺3年以嚟咧收入大增35%。就算呢個經濟衰退風咧不斷咁喺度吹，佢哋股票嘅表現情況咧都比市場大部分嘅公司好。奢侈品咧喺經濟低迷時期咧，往往會比其他行業咧表現得更好，因為有錢人喺經濟低迷嘅期間，根本咧對佢嘅影響就唔大。如果你要買一個好特別嘅顏色啊，或者係唔同特別嘅皮做嘅 Hermes 嘅 Birkin 或者 Kelly 手袋咧，其實就唔係直接咧入去佢店裏面就咁見邊個靚咧揀一個，然後咧去個 cashier 嗰度咧俾錢咁簡單。Hermes 咧對邊一個能夠擁有佢呢個標誌性嘅手袋咧，實施一個非常之嚴格嘅規定，唔係人人咧可以被加到呢個 waiting list 嘅添。就算可以加你個名落去咧，等待嘅名單咧都非常之長。有啲人想買個手袋咧，可能都要等幾年。法拉利咧亦都係啦，佢首次推出嘅 SUV 嘅產量咧，已經被佢哋總公司控制喺佢全年總產量裡面嘅20%。而邊一個可以買到呢個最新款法拉利嘅 SUV 咧？佢優先權咧會落喺現有嘅法拉利嘅客戶上面，所以即係話咧，如果你從來冇擁有過法拉利嘅車嘅話咧，你要買一部新嘅法拉利嘅車咧，基本上係難上加難。而講緊咧佢個 waiting list 咧，至少都講緊1至2年咧先可以買得到。可能你都會好好奇，點解呢啲咁嘅奢侈品嘅品牌咧可以咁成功咧？其實我自己都一樣啦，要揾呢個問題嘅答案咧，我哋先一齊睇睇呢個世界上面最有錢嘅人嘅名單先。根據呢個福布斯嘅排名，世界上面最有錢嘅10個人咧，分別就係呢10個。喺呢10個富豪裏面有7個都係同科技有關嘅。當然啦，大家都知道第一名係 Elon Musk 啦。我哋一齊睇一睇1987年第一份嘅福布斯嘅富豪排行榜。1987年咧，第一個福布斯嘅世界億萬富豪榜咧，上面有一啲大家甚至可能都唔知嘅名。而10個裏面咧有7個都係同地產有關嘅，而呢2個嘅富豪排名榜咧話俾我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咧全球嘅經濟結構咧喺過去30年以嚟咧起咗一個顛覆性嘅變化。喺表上面咧最大嘅分別就係無形資產同埋有形資產有明顯嘅對立，而亦都解釋咗喺2段時期裏面咧呢啲富豪喺累積財富嘅方法咧非常之唔同。咁乜嘢係無形資產 intangible？ 乜嘢係有形資產 tangible 咧？有形嘅資產咧可以講話係公司將啲錢投資喺大樓啊、廠房、電腦、機器、車等等啦。而無形咧 intangible 即係等於公司投資喺 R&D、培訓啊、設計、公司文化發展啊、市場品牌、藝術原創性啊、software 嘅軟件、數據等等。咁咧又可以再睇下咧，目前呢個富豪排行榜咧，邊一類係 tangible， 邊一類係 intangible 咧？一眼望落去咧，對我嚟講 tangible 咧係包括 Reliance 啦。咁一睇落去咧，就唔太難理解咧 Reliance 呢個集團咧係一個比較接近 tangible 嘅產業嘅。佢做好多嘢嘅，就做能源啊、天然氣啊、紡織品啊、電信啊等等等等啦。所以咧我就會將佢歸類為比較接近 tangible。而 Microsoft、Google 啊、Oracle、Amazon 等等咧就比較接近咧 intangible。呢啲都唔太難理解嘅。睇一睇 Tesla 啦，其實咧市場上面嘅車廠咧係多不勝數，但係 Tesla 嘅成功咧，好大程度係喺 Elon Musk 嘅個人品牌啦，同埋成個 EV 車嘅 reputation 裏面。所以我會睇 Tesla 雖然係講緊一啲做車一啲好硬件嘅投資，但係其實咧佢好多嘅價值啊，都係喺個 intangible 上面。至於 LVMH， 你可能想象都係譬如啲袋啊、手錶啊、酒啊、化妝品等等，都係一啲 tangible 有形嘅物品啦。但係假如我同 LVMH 一樣啦，我做同一個手袋、同一個工藝、同一個材料去做一個 Ring is Here 嘅品牌嘅手袋咧，我就未必可以賣到咧好似 LVMH 同一樣嘅價錢啦。因為咧 LVMH 咧喺成個手袋界裏面咧，佢有一個獨特嘅品牌形象，所以咧佢哋先可以創造一個68% 嘅 gross margin， 而當中好一大部分咧係賣緊佢嘅品牌形象。咁 LVMH 嘅成功咧，大部分咧都係喺佢嘅無形嘅投資上面。不過老實講啦，我對咧呢個奢侈品咧真係冇乜認識，連品牌個名咧我都唔係好識讀嘅。今日喺錄影之前咧，我仲喺個網上面學緊咧點樣讀呢啲咁嘅法文名咧。Dior。
Richement. Richement. Richmond. Richement. Richmond。所以如果你問我啊，即係與其要我去研究一個手袋或者呢個珠寶手錶呢啲咁嘅名牌奢侈品嘅嘢呢，咁我情願去研究佢嘅股票。其實呢，好多奢侈品嘅品牌呢都喺世界各地上面呢有上市嘅，例如英國嘅 Burberry 啦、法國嘅 LVMH、意大利嘅 Ferrari 啦，呢啲世界上面頂尖嘅奢侈品品牌呢都喺唔同嘅交易所上面呢有上市嘅。所以呢，如果呢度好多有啲老公啦，你哋唔係好想你老婆呢成日走去買手袋嘅話呢，你可以俾佢睇睇呢段影片。即係除咗手袋呢，仲可以選擇下股票。但係呢，可以買歐洲股票嘅股票平台呢，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呢，今日呢，我揾咗 Saxo 呢去贊助呢段影片。Saxo 呢係一間丹麥嘅持牌銀行啦，佢係呢個亞洲市場上面呢少數可以提供一個多元化嘅資產交易嘅平台。而一個 Saxo 戶口呢，即刻可以幫你喺全球50多家嘅交易所呢交易，仲有超過6萬幾種嘅投資產品俾你選擇添，包括股票、債券、外匯、貴金屬同埋 REIT 等等。而事實上好多企業咧，就算睇上去係有形嘅產業，但係當中咧亦都加咗好多無形嘅元素嘅，例如1970年代嘅健身房啦，好直接簡單嘅就係一堆人同埋一堆器材啦，咁樣睇落去咧就係 tangible。但係而去到今日咧，健身房咧都配合一啲音樂啊、教練啊、課程活動啊，呢啲儀器有陣時仲會有 software 嘅添，甚至一啲裝修啦，同埋一啲香薰嗰啲味道啦，都非常之講究。所以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唔係單一咁樣咧，淨係得有形或者無形兩種嘅元素嘅啫。咁你可能會記得咧，有啲地方咧，你無論幾時入去咧，都係有一種一樣嘅味道啊。咁例如有啲酒店啊，或者商場或者有啲店鋪啦，咁佢哋都會加啲香味咧喺佢嘅公司範圍裏面，咁呢啲其實咧都係無形資產嘅投資，亦都係品牌推廣嘅一部分。因為呢一啲咁熟悉嘅味道咧，令你每一次聞到咧都諗起呢個同一個嘅品牌。呢個係 S&P 500裏面無形資產同埋有形資產喺過去30年以嚟嘅轉變。Intangible assets 咧，佢嘅價值越嚟越高，由1975年嘅122個 billion 咧，升到去2018年嘅21.03個 trillion。而成個無形資產嘅規模咧，佔緊 S&P 500指數裏面嘅總資產，講緊係90%。1990年代開始，整個環球社會咧進入咗呢個科技嘅時代，好多人對品牌價值咧出現咗前所未有嘅咁重視。都影響咗咧呢啲消費者嘅消費模式，所以咧亦都令到無形資產咧大幅度咁樣增加，去到呢個歷史高位。既然呢個無形資產咁緊要啊，咁你可能就會諗啦，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應該點樣去計算公司嘅無形資產呢？呢一個答案咧，我要話俾你聽係非常非常之難。現實就係咧，我哋依家用緊嘅一套嘅會計制度，其實係喺呢個 intangible 嘅價值大流行之前咧已經存在咗噶啦。咁呢個咁古老嘅會計制度裏面咧，基本上係冇涵蓋現代公司嘅一啲重要嘅信息，仍然係唔包括大多數嘅無形資產，唔包括軟件啦，唔包括藝術原創、研發、品牌、企業組織文化、營銷等等等等都唔包括嘅。而唔計算喺呢個會計制度裏面，亦都代表唔包括喺呢個 GDP 國民生產總值裏面。咁例如啦，我喺我嘅估值課程裏面咧，就有教大家計算呢個公司估值嘅模型嘅時候咧，當中要計算呢個 ROIC 啊，即係投入資本回報率嘅時候，都有咧同大家講過呢個問題。當我要計算呢個 ROIC 嘅時候咧，要揾蘋果公司嘅 Goodwill 啊，即係佢商譽咧。其實蘋果公司係冇將佢哋嘅 Goodwill 商譽計算喺佢哋嘅年報裏面，所以咧你係揾唔到任何數字。如果你有興趣想學多一啲呢個估值模型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睇一睇啦。咁係咪真係代表蘋果公司冇任何嘅 Goodwill 或者係品牌形象呢？大家都知蘋果公司嘅真實嘅 Goodwill 咧，呢個數字一定係非常之驚人。而蘋果公司嘅品牌咧價值係非常非常之值錢。咁正如好似 Google 公司一樣啦，好多人都話佢嘅 dream job 啊，即係好想去 Google 公司做嘢，因為 Google 建立咗一個價值連城嘅企業文化，吸引咗大量嘅人才去嗰度咧想做嘢，而呢一個咧亦都係 Google 獨有嘅 intangible 嘅 asset 啦。咁所以咧，你會聽到好多大型基金公司啊，喺投資某一啲公司嘅時候，佢哋要做估值，佢哋咧都會親自去到訪呢啲咁嘅公司，唔單止要同佢哋嘅高層咧去傾偈啦、了解啦，佢哋更加會同咧啲員工去了解呢個企業文化。佢目的咧就係為咗要發掘更多有關公司無形嘅價值，即
係話咧一啲未被傳統會計計算出到嚟嘅價值啦。咁作為投資者，除咗呢個會計學嘅估值之外，更進階嘅投資者咧，應該係去深入了解公司嘅其他價值，尤其是喺佢嘅模型價值呢方面。但係其實呢方面咧係更加考量投資者嘅眼光同埋佢嘅前瞻性啦。如果你對投資模型資產有興趣嘅話咧，不妨亦都可以考慮 Saxo 呢個平台，佢哋有好多屬於模型資產嘅股票，甚至係 ETF 可以選擇。由即日起至到12月31號，推薦你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開立呢個 Saxo 嘅投資戶口，並且符合指定嘅條件嘅話咧，即刻可以賺取高達港幣25000蚊嘅獎賞。詳情咧你可以留意影片下面嘅資訊欄啦。好，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最中意嘅奢侈品嘅品牌係乜嘢呢？而你又會唔會考慮投資喺佢嘅股票上面呢？好，我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仲有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